大家好，我是张庆林，我是刘志明，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术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下全球降息时代来了，台股投资机会的全解析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市场上其实有个名言，就是千万不要跟联准会作对。所以9月19号联准会启动了4年首波的降息，而且一次降息就降了2码。结果呢，市场不仅没有下跌，道琼指数还创新高， S&P 500标普指数也是创新高。所以这一次的降息政策跟过往有什么不同呢？然后对台股会有什么影响呢？志明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过去联准会降息大家都很害怕，因为以为是经济不景气，然后降息嘛。可是这次不太一样，那主要是3个嘛。50年来，财讯持续为读者带来专业的报道，帮投资人追寻产业的动态，掌握投资脉动。如果你也认同我们的经营理念，不如就加入频道会员吧。成为会员，不只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，还能得到专属徽章和会员电子信哦。现在就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，支持我们，让财讯能够继续的在投资路上陪伴大家，迎接下一个50年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他9月19降2码？是因为大部分预估是他本来7月就应该降1码，所以等于是把7月那个该降没降的那1码给补起来。那第二个观察是，现在是通膨比较温和嘛，那所以说它就启动这种预防性降息。那过去联准会暴力升息的原因就是为了控制通膨嘛，那这次通膨已经温和下来了，所以说它不需要再去控制通膨上涨的状况。那第3个重点就是因为其实拜登本来是今年要连选连任嘛，但其实像我们过去预估，比如说你的所谓痛苦指数，就是你的失业率加上通膨的比例加起来超过 8% 的话，你总统要连任的机会就很少。那拜登在之前平均大概 10.8 嘛，那现在因为贺锦丽代替了拜登竞选下一届，那现在通膨也降下来，所以痛苦指数大概降到6点多，所以说其实有机会让民主党有机会连任嘛。那联准会降息的原因就是有点政治性的意味，就是说执政党在连任相对是有帮助的。那这点川普也非常不满了，就说为什么在作弊？对，为什么在那个选前就给我大降息？所以其实这看起来其实降息对贺锦丽的选情是会比较好的，有帮助的。所以说目前看起来，其实因为利率的下降，对不管是个人借贷或是企业借贷，其实成本都是降低的嘛，对它获利或是消费上都会有蛮大的帮助。所以说美国经济是软着陆，然后往上走的机会是蛮高的。对，刚才志明哥其实主要是在讲整个总体的经济跟美国的状况方面，然后我这边补充一下可能对台股的冲击。通常降息的话，美元可能会进而走贬，然后可能资金会流入亚洲市场。访问过后，第一个可能会觉得说最有受惠的可能就是大型科技股，因为它就半导体本来就是我们台股的强项，所以这部分当资金重新回流到新兴市场的话，首选的标的依然是台积电啊、日月光、联发科啊，类似这种大型股。投资朋友应该也很感兴趣，就是台积电目前其实可能要重返1000元，但是如果换算它的本益比的话，或者说以它的获利能力，大部分是估今年是40块嘛，明年是可能到45到50之间，后年会更好。因为从CoWAS 那种状况的话，因为它是一直在倍增的，而且这块毛利率又高，又在倍增的情况之下，所以应该是如台积电法说会所讲的状况如此之好。对，所以如果换算本益比，其实台积电都还在合理范围，然后是有吸引力的。然后第二个，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意想不到，就是金融股了，特别是有寿险业的这部分，因为持有美元债券的关系，然后利息的走贬，所以美债价格就会走强嘛。然后这部分其实寿险公司大部分都会很赚钱。投资者可以想一下之前。因为债券利率走升吧，所以价格走贬。那时候很多金融股哀鸿遍野，就是他说因为会有一些投资的抵损嘛，所以净值其实是大幅是调降的，所以那一块当时的金融股表现非常不好。今年初啦就开始已经停止升息的脚步了，当时已经市场上有放出要降息的状况的时候，其实金融股其实今年的获利
水准都非常的不错，像富邦金控可能一般预估可能今年甚至会挑战就是10元，所以金融股特别是寿险比重比较高的，比方说国泰金、富邦金、中信金，大家不要忘记它其实并了台寿保。对，所以其实中信金很多人会忽略它其实是有寿险的，就连之前表现最不好的星光金，上半年的光寿险那一块其实是亏转盈的已经赚了100多亿所以投资朋友真的可以注意，因为他们真的持有美债蛮多的，所以这些公司都是降息受惠股。然后最后一个选项就是高殖利率股，因为部分的防御型资金以前是 parking 在债券，因为美债的利息真的蛮高蛮好的，他们就可以稳稳的收息。但是如果一旦接下来继续是走降息循环的道路的话，它可能会跌回过往的平均水准3。那其实台股长期的殖利率平均水准是 3.9， 所以相对起来台湾其实是具有高殖利率护身的，所以相关那些高殖利率公司其实是值得被注意的，因为那些防御型资金部分可能会接美债投入高殖利率。那我问一下志明哥，因为投信机构都已经办那个第4季展望嘛，然后他们现在是怎么看降息循环之后台股的部分？如果以降息之后，美元应该会比较弱势一点，亚币相对强势嘛，那台币相对也会转强，表示那个资金会再回来台湾布局嘛。那当然过去几年台湾股市会蛮好，大部分是在内资的部分啊，那外资其实是卖超台股。那如果是因为环境改变以后，其实 parking 在美国的那种保守型的资金，它可能会转向股票市场，那当然选择台湾是蛮有机会，因为毕竟台湾在 AI 时代跟机器人时代，它都掌握这种产业发展的前景，其实往上走的机会是蛮高，所以说国际的资金布局台湾的机会是蛮大的。那再来就是说降息的话，像以美国人很多人都是以债度日嘛，他可能都是借钱用信用卡刷卡消费，利息降低之后，其实等于是他的钱是不是就变多了？利息又降低了，然后通膨又降低了，其实他消费的力道其实也会变强嘛。所以说第4季汽车相关的确有比较强的原因，就是很多人预期说将来比如说买车的那个意愿会比过去要高很多，所以说产业相关的公司就会慢慢变好。我们最近有观察一家公司叫建宁嘛，它以前是做车用的导管，对，像导管是发生碰撞的时候用火药炸开以后安全气囊打开，对，而且这个都是非常高规格，可能良率是非常高的，对。那现在它有一个新的题材，就是它会做水冷相关的一些分歧管啊、转头啊，其实这方面对他来讲，法人预估它是赚7到8块嘛，本业上了。那如果做到这种水冷管的相关的，那本益比可能会向上提升，所以它的市场评价就会变好。因为除了做汽车零组件之外，又增加了 AI 相关趋势的产业，尤其是美国总统选举之后，其实理论上都会有一波不错的蜜月行情。在美国选举之前，外资是不是有进来亚洲？然后这方面我们要努力去观察相关下一波趋势向上的股票，应该是到明年的1月、2月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了。对，那志明哥，我偷偷问一下，一般人都会觉得降息的话，然后全球可能会跟进这个降息风嘛，跟利息有关的营建公司，你觉得这一次可不可以碰？营建公司其实因为今年大涨一波嘛，它其实就是几乎把2-3年后的获利的状况就已经了，而且现在央行等于是很蛮用力的去打房的状态下，你说你资金会在布局这个领域，我觉得不太容易，原因是因为高档很多套牢量嘛，所以投资人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最近因为央行政策是打炒房嘛，所以力道也蛮猛的，虽然是整个是走降息循环，但是其实营建股短期因为的确是涨幅过大，而如果是跟国际股市相比的话，我们营建公司也冲得蛮高的，所以短期是需要冷静。然后我个人是观察到，其实因为第4季是消费旺季嘛，刚才志明哥有讲到9月的返校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苹果新机的开卖，一直到圣诞旺季，其实这的确会刺激一些消费力道，所以相关的近期是的确是值得琢磨的了。其实 AI 时代
从过去的这个云端，现在可能要落地嘛。然后其实这部分台湾的商机是蛮大，尤其是这种边缘运算，就是比较小型的这种伺服器的全球需求是蛮多。像比如说全球上亿家企业，中型企业花个100-200万买他们公司的边缘运算伺服器是蛮简单。那这对台湾来讲是蛮大的商机，因为过去台湾的供应是非常完整的，那你这些创新的这种机会，找台湾厂商合作是最方便的。那尤其是现在美中要用中国制造的东西是有蛮多疑虑。那台湾从过去这种PC 做笔电，然后一直在做伺服器，然后现在做 AI 的相关的晶片、云端晶片，掌握的那个会越来越多。尤其是台积电现在是高阶的晶片制程是90%以上是用台积电的制程嘛，什么先进封装啊、CPU 很多都是新的科技嘛。对。那你说要找那些美国大厂去合作，其实它顺畅度是没那么高，但是找台湾的这种设备厂商，用力的跟台积电合作，服务台积电的那种动能是很快的。对，就是刚才志明哥有强调，就是周边的一些供应链的确是值得可以注意。像我们都知道，像类似像设备厂，现在也强调是在地化。过去常提到的嘉登，就是在台积电的扶持之下，所以表现得很好。君豪啊、万润这些台厂们获利都有大幅度的成长了。现在有个产业就是像台积电到美国到欧洲市场，你看它可能是先进制程的下一代。目前业界听到的消息是，台积电会把先进封装相关技术都留在台湾，它不会去海外。所以说这方面的不管是 CoWoS 不管是 Info 啊或什么台积电的这种先进技术的开发，将来其实都会在台湾制造。那找台湾的这些设备厂商做合作，速度比较快，然后运作也比较顺畅，也符合低碳的这种规范嘛。所以说相关的产业跟台积电合作如果越密切的话，它其实收益是越大的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我要问一下志明哥，就是刚刚我们其实大部分着重在于可能是机器人，可能是设备厂商的。那我问一下，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台积电这几年照顾之下表现非常突出的，就是特用化学。觉得特用化学表现得非常抢眼。其实化学品它有一个时间嘛，大部分就是你要从国外运来台湾以后有一个储存地方，那你时间越长，对它的品质是越不好的，制程越精密，它需要的标准就越高嘛。像我们之前去日本采访很多企业，后来日本说啊，最好的都在台湾。对，最好即使是日本的材料，他们最好的研发也是放在台湾嘛，因为跟台积电密切配合。对，配合的太。所以说，现在等于是台湾是 AI 晶片制造中心跟 AI 发展的这种中心，那趋势产业都是站在台湾，所以我们应该对台湾还是蛮有信心的。对，没错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在台积电的壮大之下，我们相关的整个周边的半导体的零组件啊，或一些供应链，现在都表现得非常的好。好的，那想要了解更多全球降息新时代台股投资机会全解析，就赶快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21期。如果大家喜欢这集内容，欢迎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频道会员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上流投资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